在这间房间呢，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椅子啊，这个椅子是用来谈恋爱的，就是因为当时是不允许自由恋爱的，全是父母招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伯虎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是我在槟城的最后一天啊。今天呢，我即将要去一个讲述着娘惹故事的娘惹博物馆啊，也叫乔森博物馆。巴巴娘惹在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族群啊，在槟城和马六甲可以看到。巴巴娘惹的历史呢，要从郑和下西洋开始说起，就是那个时候跟着郑和下西洋的一些人呢，然后来到马来西亚这边，然后他们就在这里落地生根啊，他们就和当地的本地人通婚。然后他们生下来的孩子就叫做巴巴娘惹，巴巴就是对男孩的称呼啊，娘惹就是对女孩的称呼。巴巴娘惹这个名字的来源也非常有趣啊，因为当时和郑和一起下西洋的人，多半他们说的是闽南语，然后当地人就听他们称男孩为阿爸，称女孩为呢阿娘，所以这就是巴巴娘惹名字的由来啊。这些移民后裔呢，他们在马来西亚土生土长，然后文化上是结合了中国和马来的文化，然后有些人也在本地经商致富，其中最出名的在槟城就是华人假币丹郑景贵啊，然后他的豪宅也被评为全球10大豪宅之一，也就是现在的娘惹博物馆。然后我们一起去探访一下，这个就是非常著名的娘惹博物馆啊。然后我们一进去看一下。嗨，你好，你好。请问在哪里买票呢？里面柜台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好。现在呢，我已经买票了，然后待会儿11点半的导游，中文导游来到这边，它是有中文和英文导游都有的，然后可能分时间段。但是我来的刚刚好，现在11点10分，然后那个导游时间是11点半，然后我们稍微等一下。在这里呢，还拍过一部新加坡电视剧啊，叫《小娘惹》，就在这里拍的。这是当时的一些海报。然后这里呢，也会有非常多的新婚夫妇啊，选择在这边来拍结婚照。你看，这里刚好就有一对。现在我们导游的讲解时间马上开始了。它这个分中文和英文的。来，过来哈，这里呢才是真正的正门，看到没有？正门大厅，正门很多缝，那就是因为当时没有电，需要通风采光。第二个理由，给当年的小姐看外面的世界，毕竟那是一个属于男尊女卑的年代，女人都不能随意出门。这个是大厅，那边的是大厅啊。好，地上的砖好像这样子的，三角形、四方形、长方形，只要是组合在一起的地砖，都是当时1894年英国的地砖。这间房子是1894年盖的，到现在为止129年的历史。天井，所有的大宅都有天井，目的就是因为要对流、通风采光。那个年代没有电。天井的柱子这边哦，1894年苏格兰进口的 Glasgow Scotland， 那边有写的啊。那这两片玻璃窗呢，这个跟这个是当时1894年意大利的彩绘玻璃，就好像教堂式的那种玻璃，只不过中间的图案是中式的，因为那个年代就喜欢中西结合。好，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叫做琉璃，这边有写的哈，有注明的。都是1890年到1930年之间的英国产品，它的作用就好像这样，上面插花，下面放水果，2合1，这里也有，那边也有啊。这些呢，就是当年在没有电的年代所用的煤油灯，有些人叫洋流。现在讲解已经结束了，然后现在呢，这间房是这个博物馆的一间古董房啊。然后一进来呢，这里这些都是可以买的，都是明码标价的。然后再往里走的话，就是非卖品，就是古董啊。我们一起进去看一下有什么比较奇特的东西。然后这个就是当时的金腰带，这个大的是男人戴的，小的是女人戴的，全是纯金的。还有各种金的首饰啊，这个就是挂那个蚊帐的帐钩，还有金包包，当时大家闺秀啊、有钱人那个戴的。来，先生，你拍这个蝴蝶是最漂亮的。
你来博物馆早上来是最正确的，因为天气比较凉，而且人潮没有这样多。对。你下午开始就有很多人，你不能拍了。所以现在你拍是最好的。这个是点翠啊，这个是怎么制作而成呢？大家可以看这个蓝色的部分啊，它这个是由一根根，就是由这个翠鸟的羽毛一根根制作而成的。如果你们能靠近看到，还是可以看见一根一根的像发丝一样。然后制作这个首饰是当时用翠鸟，然后在它活着的时候把毛拔下来，然后镶嵌到这个上面的。这个呢就是传统的娘惹服啊，然后比较就是值得辨别的，它们有3颗扣子，不多也不少。你看每一个娘惹服只有3个扣子。这个是玩蝈蝈的罐子，然后这个上面是由象牙雕刻而成的。你看，可以看这个是镂空雕刻的，因为它是可以，因为以防蝈蝈能够呼吸，所以这个是可以通风的。这一件呢，里面就是有不计其数的珍宝啊，各种值钱的东西。这一件呢，就是关于刺绣的。就是在古代啊，就是无论是大家闺秀也好，就是还是平民百姓也好，就是都必须要学会刺绣。就是在以前啊，如果说女人要结婚出嫁的话，她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件作品，就是一件刺绣，然后给夫家看。不过你可以仔细看，这个上面全是由非常细小的珠子，刺成的，不是丝线。这些啊，全都是由那种细小的珠子，然后缝制而成的。这个呢，就是中国的刺绣啊。这是裹小脚穿的鞋。这些照片啊，都是裹小脚的人，但是不是马来西亚的，是中国的。因为那个时候在马来西亚是被英国殖民统治，所以说那个时候的女人是没有裹小脚一说的。现在呢，我们来到这个祠堂啊，就是这个就是华人甲必丹郑景贵的祠堂啊。然后那个呢，中间呢就是郑景贵的塑像雕像。因为那个郑景贵他是2品官员啊，可以看上面雕刻的是龙，这个龙的话它是4爪，因为只有皇帝才能雕刻5爪。这边还有非常非常精美、栩栩如生的雕刻。然后这些雕刻呢，都是当时是中国的雕刻师啊，然后雕刻的，还有这边也是。然后这个是门槛啊，然后因为在古代就是会有非常多的规矩，只能主人从中间进来，然后仆人的话走一边。然后这个门槛的话是不能站着，也不能坐着，只能跨。还有一个规矩，就是因为中国古代信奉着男左女右嘛，所以说女人进来的话就是要右脚跨。这个也是祠堂的门槛啊，只有在开着的情况下才表示，然后可以进来膜拜朝拜。然后这个祠堂的话也是女人是不能进来的，在古代女人是不能进祠堂的，因为说法是因为传宗接代的是男人嘛，所以说女人是不能进这个祠堂的。从这边我们还可以看顶上有雕刻的麒麟，然后是3只1家麒麟。现在呢，我来到了娘惹厨房啊，就是介绍娘惹文化，就是他们的饮食习惯呀之类的。然后这个是当时以前小孩坐的椅子啊，这个叫母子椅，因为这个是小孩和母亲都能坐的。为什么小孩母亲都能坐呢？比如说这样的话就是小孩坐是吧？然后这样翻过来的话就是大人可以坐的，所以说这个称为。这个是当时英国的净水器啊，这个是。然后这些都是当时的一些用品啊，厨具用品。然后这是灶台。
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凳子啊，这个凳子是人坐在这里，然后把那个椰子在这上面，就是用来刮椰丝的，就是用来取椰汁。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可以买啊，那个时候就是完全是亲力亲为的，就是买不到的。这个看着有点像火锅啊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了就是底下大厅啊，也就是刚开始讲解的地方。在这个大厅啊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面镜子。当那个主人坐在这儿的话，他可以通过这个镜子，就是看这个侧门，就是有谁进入啊，好像就是一种起着监视的作用啊 ，CCTV 一样。然后我们现在一起进入这个房间。这个是抽鸦片的房间啊，因为在当时抽鸦片是合法的，然后还有证书呢。这个就是当时抽鸦片的证书，有了这个证书，就是你可以随便抽。然后这间房呢，就是为了招待外国洋人的房间。大家可以看啊，这里面的装饰就是完全跟其他不同，就是很西洋化，全是西洋的装饰啊，然后餐具之类的。在这一间呢，就是摆放着各种的瓷器啊，因为当时的人们他们特别喜欢用瓷器。在这间房间呢，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个椅子啊，这个椅子是用来谈恋爱的，就是因为当时是不允许自由恋爱的，全是父母招办，所以说当时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话，就是男的坐这边，女的坐这边，然后两个人进行交流，如果说看上眼的话，就直接应该就结婚了。然后在我身后这个画像啊，就是贾碧丹、郑景贵的画像，因为他当时被那个皇帝啊，中国皇帝敕封为2品官，所以说你可以跟他穿着这个官服。然后这两幅画呢是他的大太太和二太太，这是他的第4个儿子，然后也是做生意最厉害的一个。这里呢就是婚房，大家可以看这里有2只鸡啊，就是公鸡和母鸡。就是用来这2只鸡呢，就是被放在笼子里，然后到第2天看哪只鸡先出来。如果说哪只鸡先出来的话，可能就代表新婚夫妇啊，他们是生男生女。这个就是博物馆的大概情况呀。我个人推荐是非常值得来的。因为这里面真的有很多的故事、历史，还有很多精美的雕刻呀，还有物品。但是就是你如果来的话，买票的话最好是早上来啊，因为下午2点的话，他的人会非常的多，到时候你拍照啊可能就不方便。然后票价呢是25马币1个人。参观完娘惹博物馆啊，我们现在去品尝一下当地非常出名的娘惹糕点，就是莫定标糕点厂，这是一家开了80多年的店啊，然后已经传承了第3代了。听说这家店呢，以前只是做批发，偶尔散卖给顾客，但是后来可能就是顾客越来越多了，然后可能逐渐就演化成就是饭店了。这个就是莫定标娘惹糕点厂啊。1933年，我第一次吃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点，然后就每个都点一个。你看这些，它都有写有价格什么的。这家生意太好了。上面的话还有这些菜，然后也是可以点的。我可以点了吗？要带走的。在这吃。哦，
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你。里面可以坐吗？可以。我选了一个里面的位置啊，就这儿吧。这个就是菜单啊，它有各种的娘耳糕，然后除此之外呢，它也会有比较他们拿手的这些菜啊，像黄姜饭呀、娘耳小金杯啊，这个鸡肉饭呀，还有拉萨，还有椰浆饭。我准备把他们的糕点就是娘耳糕，每个都点一点，因为它这个糕点的价格很便宜啊，才6毛钱，然后最便宜的6毛、8毛这样的。我点的糕点已经到了啊，我点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种，它这个不是很大，然后一口一个。好，谢谢。然后我还点了一碗拉萨，然后听说也非常出名，非常好吃。这个就是拉萨啊，听说很好吃。但是我们先来品尝娘耳糕，一口一个。味道很不错，这是第2个。这个是紫色的糯米啊，糯米是咸口的，但是上面它放了一层椰糖。它这个娘耳糕，它分咸口的和甜口的。然后这个是不知道是什么，它这个里面卷的是土豆，脆脆的，挺好吃的。然后这个绿色的应该是由斑斓叶榨汁，然后获得糯米啊。现在我们尝一下这个拉萨，它这个上面还放了有薄荷叶啊，感觉不错。我之前在吉隆坡也吃过拉萨，然后不知道这个味道怎么样。好吃，酸酸的汤很开胃，喝着。我感觉比我在吉隆坡吃的拉萨还要好吃。吃完了啊，一共吃了16块5啊，价格还是不贵啊，还是很便宜的。然后这个娘耳糕的话，我觉得还是挺好吃的，它有甜口的、咸口的。然后那个拉萨呢也特别的好吃，因为我觉得它加那个醋啊，加薄荷就马上显得不一样了，跟其他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给我点赞和订阅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